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咖啡品牌频道。2024年，星巴克的第二季度财报一出，股价暴跌超过17%。全世界的人们都在对咖啡因上瘾，但对星巴克的热情似乎正在降温。如今，星巴克在全球拥有超过3.8万家门店，是全球首屈一指的精品咖啡烘焙商和零售商。然而，星巴克在全球最大的2个市场，美国和中国市场，似乎都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美国人觉得它的概念过时了，星巴克的氛围已经不再是优势，很多独立咖啡馆反而让他们更想去坐一坐，或者在家里亲自冲一杯咖啡。在中国市场上，以瑞幸为首的主打低价策略的连锁咖啡店正在后疫情时代崛起。星巴克曾是第2次咖啡浪潮的推动者。难道星巴克的时代要结束了？在星巴克53年的历史中，也经历过如此的困兽之斗。那么这次这头咖啡猛兽将会如何化解危机呢？今天让我们来聊聊星巴克。1970年代的美国咖啡市场主要以廉价低品质的咖啡为主，大多数家庭都在使用美式滴滤壶制作咖啡。咖啡普遍消费场景都是预先磨好的粉，或是不知道被真空包装了多久的咖啡豆。尽管咖啡在美国已经广泛流行，但是比起欧洲的咖啡文化，此时的美国咖啡和咖啡馆还停留在比较基础的服务上，服务于那些想要快速获取咖啡的顾客。在美剧《广告狂人》中，我们能间接地感受到，当时的咖啡文化更像是在获取咖啡因，而不是在享受咖啡。星巴克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诞生的。星巴克的初代创始人分别是杰里·鲍德温、泽夫·西格尔、戈登·鲍克。3个人的相遇也堪称奇迹。从出生地到家庭背景，再到个性爱好，千差万别的3个人，竟然阴差阳错的走在了一起。鲍德温和鲍克是在旧金山大学里排队领取2年级宿舍钥匙的时候相遇的。2人都没有报名，也没有交押金。排到他俩的时候，又正好宿舍满了。2个小伙子一对眼，异口同声地问：“要去找房子吗？”就这样，2人成了好友。和西格尔的相遇就是另一个故事。1962年，西格尔要开车从西雅图出发，经旧金山到纽约，就在一张布告栏里随随便便贴了一张寻找乘客的告示。巧的是，鲍克正好也在西雅图，他打算去纽约，然后前往欧洲，正需要搭车。而来到旧金山的时候，西格尔也就认识了鲍德温。毕业后，3个人在西雅图相聚。鲍德温在波音公司找到一份工作，西格尔在一所公立学校当历史老师，鲍克在最初的西雅图杂志担任作家和编辑。3个人时常凑在一起，想搞出点什么。于是他们尝试为 King TV 制作公司写剧本，为广播电台录制古典音乐广播剧。鲍德温和鲍克以及另一个朋友计划制作美国音乐纪录片，他们将公司命名为培霍德，就是《白鲸记》中的那艘船的名字。然而这些创业就像培霍德号一样，都沉没了。尽管如此3个人还是想一起做点什么。有一天，鲍克在吃午饭时喝了一杯非常难喝的咖啡，而这杯难喝的咖啡就是一切的开始。所以当你再喝到难喝的咖啡，或许你的机会就来了。鲍克为了找到优质的咖啡，辗转来到了温哥华一家名为 Motrice 的咖啡公司。他采购了很多咖啡豆，这些咖啡很快让身边人着迷，并找他代购。鲍克觉得，为什么不在西雅图创办一家这样的公司呢？于是3个人一拍即合。在互联网还没有出现的年代，西格尔只能在公共图书馆的电话簿和报纸上搜索，试图找到能带他们开始的公司或者是某个人。西格尔找到了一家 Peet's 的咖啡公司，老板名为皮特，是一位老派的欧洲移民，在荷兰长大，一直从事家族的咖啡生意。于是西格尔去往伯克利拜访皮特。他记得第一次拜访时，皮特商店的生意非常红。西格尔更是对皮特的商业头脑感到敬畏。听完皮特对咖啡的见解，西格尔都开始怀疑
自己到底喝没喝过咖啡。鲍德温和鲍克呢也紧随其后，来到皮特的公司当学徒，并学习业务。皮特也同意为他们刚刚起步的公司提供新鲜烘焙的咖啡豆。与此同时呢，商店的地点也已经选定，就在西雅图派克市场的北部。作为启动资金，每个人拿出了$1500以及呢$5000的银行贷款。可是名字呢？在西雅图杂志停刊的时候，鲍克与设计师赫格勒合作呢，成立了一家广告公司。而就在三人为咖啡商店的名字头疼时，赫格勒建议以字母 ST 开头起名。他说呢，这2个字母有大胆和令人难忘的特点。后来可以肯定的是，赫格勒的建议是对的。这天，鲍克在办公室看着一张旧的采矿地图发呆，注意到一个名叫 Starbucks 的小镇。鲍克立马想到了 Starbucks， 白鲸记中的大副的名字。就是这个名字，他甚至呢没有去说服鲍德温和西格尔，3个人再次一拍即合。赫格勒为星巴克设计了 logo， 一条性感的裸胸美人鱼，有2条尾巴。这个标志被3人视为吸引路人进入商店的诱人海妖赛壬。1971年3月30日，星巴克正式营业。初代星巴克与现在我们所知的星巴克呢完全不同，更像是一家咖啡商店，出售散装的咖啡豆、茶叶、香料，还有一系列呢咖啡机、磨豆机以及各种咖啡杯、咖啡壶、茶壶等。唯一煮好的咖啡是作为试喝样品分享给进店的顾客。鲍克作为前西雅图杂志的编辑，自然知道如何引起记者的注意。他向颇具影响力的西雅图时报专栏作家唐·邓肯邮寄了一包咖啡豆。邓肯果然来了，并且呢免费品尝了咖啡，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故事，效果很显著。可1年下来，抛除所有支出也所剩无几，似乎又到了艰难的抉择。最后他们决定开设第2家分店，在大学村购物中心找到了一个绝佳的位置，靠近美食超市 QFC。 由于没钱，他们开始向朋友募集资金来开新店。而雪上加霜的是，皮特通知他们不能再提供咖啡豆了，需要他们自己烘焙咖啡豆。但是皮特呢可以为他们找烘焙机和传授他们烘焙的知识。后来皮特教会了鲍德温咖啡豆烘焙知识，实现了星巴克闻名的独特深烘豆。从1972年到1974年，星巴克公司刚刚扭亏为盈。从生死线上爬出来，大家觉得未来一片光明。1975年，黑天鹅事件就发生了，一场非同寻常的冰冻摧毁了大片的巴西咖啡作物，咖啡价格飙升。随着产品价格上涨，销售额势必下降。无奈呢，星巴克只能停止免费的咖啡品尝。有一段时间，星巴克甚至通过给另一家公司烘焙大麦来填补亏损。雪上加霜的是，当时的卫生局局长又发出了警告，喝咖啡可能会增加患癌症的风险。1976年，星巴克还在苦苦挣扎，商店经理甚至呢自己购买店里的锅碗瓢盆来提高销量。更多的坏消息是，他们第1家商店所在的建筑将被拆除。随着咖啡生豆的价格还在飙升，零售额已经下降25%。不得已，星巴克向雷尼尔银行贷款$9.5万来维持业务运转。1978年，随着咖啡生豆的价格下降，星巴克终于迎来了转机。鲍德温预计5月份咖啡豆会需求大增，于是呢前往德国购买了一台更大的咖啡烘豆机。然而现金流很糟糕，公司根本没有钱来支付这笔巨款，因为这期间西格尔一直在想让业务更多元化。于是呢，在星巴克旗下成立了一个名为 Packletics 的子公司，专门做进口商用咖啡研磨机，又开发了一个名为 Blue Anchor 的杂货店品牌。为了适应新企业，公司呢进行了重组，西格尔负责监督烘焙厂，雷诺兹是咖啡采购员、首席烘焙师和工厂经理。他是1973年加入的星巴克。鲍德温将注意力集中在规划和财务管理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附属业务并没有得到回报。
培格普雷蒂斯不得不因巨额亏损而关闭。这也让鲍德温愤怒地表示，做所有这些事情都可以，但绝不能作为星巴克的一部分。裂痕也就由此产生。1980年，西格尔退出了公司，星巴克回购了他的2541股份。与此同时，星巴克的核心业务开始腾飞。1980年至1981年，财报显示销售额增至440万美元，比上一年增长了49%。1982年5月，星巴克开设了第5家门店，由西雅图建筑师乔治·索亚马设计。这是第一家出售现煮咖啡的咖啡店。这年，星巴克还出现了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霍华德·舒尔茨。舒尔茨1981年在一家瑞典厨房设备公司 Heimann Place 做销售代表。他注意到星巴克订购了大量的低滤式咖啡机，订单大到让他想亲自去西雅图看看这家公司。当他看到星巴克之后，他立刻辞掉了原本的工作，并亲自找到鲍德温和鲍克推销自己。舒尔茨身材高大，西装笔挺，充满热情自信，在星巴克的办公室里，与那些比较随意低调的同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或者说是格格不入。甚至他有些侵略性的做事风格带动了整个办公室。后来采访中，他的同事是这样形容舒尔茨的：他是个纽约人，我们西雅图人虽然不太喜欢这种做事风格，但他不会比任何事情阻碍他实现目标。他会像打保龄球一样将困难击倒。这就是霍华德·舒尔茨，命中注定要成功的人。1983年星巴克派舒尔茨去意大利参加一个贸易展，在那里他喝到了第一杯拿铁咖啡。回到西雅图后，他对浓缩咖啡店的潜力越想越充满信心。他觉得浓缩咖啡就是未来。他开始向鲍德温阐述他对浓缩咖啡店的规划以及未来的发展。他说的激情四射，好像已经看到了遍地的星巴克。然而，鲍德温和鲍克直接给舒尔茨浇了盆冷水。他告诉舒尔茨，不能用杜撰想象的东西代替现实。这就像员工在给老板画饼，而这个饼老板是咽不下去的，因为画饼这件事应该是自己来的。况且鲍德温真的没有喝到那杯拿铁咖啡，鲍德温只是看到了伯克利的 Peace 咖啡馆中的咖啡的销量只占销售额的10%，所以觉得更应该专注销售咖啡豆。可鲍德温不知道的是，这金黄色的液体就是下一个咖啡时代。舒尔茨是谁？怎会放弃？他开始在公司进行内部改革，在咖啡店的一个区域销售杯装咖啡。而鲍德温心中更加紧急的是，星巴克有机会把自己的母校，也就是皮特的公司收购了。鲍德温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全神贯注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于是舒尔茨就有了机会。1984年5月，星巴克在西雅图市中心开了第6家门店，这里就是一个浓缩咖啡机吧台，出售拿铁咖啡。据当年的公司年报显示，他非常的成功。同年8月，鲍德温也成功的收购了他心心念念的母校 Peace 公司，也因此星巴克变得负债累累。事实证明，舒尔茨是对的，然而他的想法却得不到鲍德温和鲍克的支持。他知道机不可失的道理，于是在1986年1月从星巴克辞职，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尤卓纳里咖啡公司。而老东家星巴克给舒尔茨投资了15万美元，并占股了20%。星巴克作为供应商，给舒尔茨的咖啡店供应咖啡豆。没想到的是，星巴克的时间却也不多了，因为鲍克除了拥有星巴克外，他还拥有一家 Red Hawk 啤酒厂以及房地产开发公司和电影制片业务。而鲍克的退出，直接给鲍德温带来了更大的压力。面对星巴克和刚刚收购的皮特公司，他有些无所适从。就这样，星巴克被出售了。鲍德温选择了后者，他的母校。得到星巴克要被出售的消息，舒尔茨立即找到一群投资者，筹集了380万美元。1987年，舒尔茨终于拥有了星巴克。舒尔茨没有浪费时间，
他规划的星巴克蓝图终于可以实现了。于是呢，从他买到星巴克起，就开始了他的现代咖啡馆模式以及咖啡馆扩张业务。4年内，星巴克从不到20家门店发展到超过100家。1992年，星巴克以每股17美元的开盘价格上市。星巴克的现代之路会一帆风顺吗？上市之后的星巴克更是在舒尔茨的带领下，开启了全球扩张模式。舒尔茨推出了以浓缩咖啡为基础的特色咖啡饮品，以及打造第3空间的概念，提出呢除了家和办公室以外的社交场景。一时间，星巴克成为了当时全球最大的咖啡连锁品牌。走在路上，手里拿着一杯星巴克，更是成为成功人士的标配。1999年1月，星巴克在北京国贸中心开了第1家咖啡店，正式进入中国大陆市场。截止到新世纪的钟声敲响，星巴克已经在全球开了3501家咖啡店。也就是在这一年，给星巴克带来了成功的舒尔茨宣布退居2线，由奥林史密斯接任星巴克的 CEO。与此同时，全球各地的老牌的新锐的咖啡店也开启了疯狂的夸张模式 ，Costa、Chibo、Coffee 等等。第2次咖啡浪潮在星巴克的带动下达到了巅峰，去咖啡店成为了新的生活潮流。星巴克依然没有停下扩张的脚步。新 CEO 在任期间，截止到2005年，全球咖啡店总数已经突破了1万家，短短3年更是增加到16680家。也就是在这一年的2008年，更大的黑天鹅事件爆发了。美国的次贷危机影响了全球经济，星巴克由于步子迈得太快，在金融危机中也陷入了财政危机。就像我们熟知的苹果公司的故事一样，面对危机的时候，董事会们就会想起他的创始人。于是舒尔茨再次出山。他与乔布斯不同的是，他是来做坏人的。他要将销售业绩不好的600家门店全部关掉，以及裁掉近1000个非零售岗位。短短的1年时间，星巴克全球关掉了门店977家，一共解雇了大约18400个工作岗位。随着经济的复苏，星巴克再次恢复了往日的门庭若市，只是有了上次的教训，不再急于扩张门店，而是将重心放在了产品和体验中去。这也是舒尔茨一直为星巴克贯彻的理念。2012年，仅星冰乐这一款饮品全球年销售额就超过了20亿美元。此后的星巴克一直在稳步的扩张发展，直到2017年，舒尔茨再次退居2线，然后黑天鹅事件又爆发了。全球新冠疫情爆发，人们不得不待在家里，这对于咖啡馆来说简直是致命打击。舒尔茨再次临危受命，他以便利为主导，开设了300家专注于外卖和自取订单的门店，线上移动应用程序等。为了重振信心，星巴克还宣布计划到2030年将门店数量从约33000家增加到55000家。然而如今的时代早已不是西格尔在公共图书馆翻电话簿了，全球的不确定性事件已经像开盲盒一样让人心惊肉跳。2022年8月，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在俄的星巴克不得不停业数月，最后星巴克不得已将其在俄罗斯的所有门店全部出售给俄罗斯的一位说唱歌手。而星巴克布局的全球第2大市场的中国，近几年也在被瑞幸咖啡蚕食。舒尔茨的经营策略也在开始失去作用，除了外患还有内忧。频繁的罢工事件也让星巴克心力交瘁。2022年的10月，舒尔茨再次辞去首席执行官一职，由空降来的纳拉西姆汗接任，但这似乎也挽回不了多少星巴克的颓势。美国人呢，甚至觉得他的概念过时了。难道星巴克真的要走上时代的终结吗？曾经作为第2波咖啡浪潮的领头者，真的已经是日落西山了吗？其实，星巴克的一路走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个品牌的成长发展，永
永远都是危机四伏。如果去贸易展的是鲍德温而不是舒尔茨，星巴克又会有怎样的未来？也许星巴克还会是初代的那个星巴克。如果舒尔茨没有对星巴克的执着和眼光，那星巴克也不会是现在的星巴克。然而命运往往就是如此的神奇，品牌的发展走向也往往就在那一刹那的选择。西格尔因为战略性的失败，差点让初代星巴克陷入危机，而鲍德温的固执己见也让他错失了更多的发展机会。第二次咖啡浪潮，星巴克可以说是推动者，也可以说是时代选择了它。我们不得不承认，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全球不断的黑天鹅事件频发，都在影响每一个品牌的发展。全球新冠大流行也导致了消费习惯的改变，从咖啡馆开始转向家庭咖啡的模式。而随着第三波精品咖啡浪潮与第二波咖啡浪潮的交替，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咖啡市场。从以小蓝瓶、阿拉比卡为代表的精品咖啡店，到以瑞幸、库迪为代表的快餐式咖啡文化，都在冲击着星巴克。但全球咖啡市场也出现了多元化的咖啡圈层的局面，加之互联网时代的小众个性化咖啡馆的出现，都在影响着咖啡巨头。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也是充满了魔幻色彩，中产阶层的消费降级影响了可不光是星巴克的股票。2024年第一季度的瑞幸也亏损了8320万元，但是人类对咖啡因的需求还在上升，不断涌进的小众品牌也将参与到咖啡竞争的厮杀中。说星巴克的时代结束了，还是为时尚早。这只充满诱惑的海妖该如何摆脱困局，让我们拭目以待。你的上一杯星巴克是什么时候？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视频。